慢慢嚼，慢慢嚼，因为它会烧焦。我们做的很辛苦啊，吃的人不知道。我要做一个我的版本的猪脚冻。把它切成像麻酱的形状啊，吸引年轻人来试一下。在福建家庭从小吃到大的，你就会很怀念这个味道。在白溪熟食中心，有一个摊位，卖的是块被许多人遗忘的猪脚冻。75岁的于中荣和太太林才鸾，默默守着这道潮州美食45年。这个要去掉它的油，熬那个猪脚冻的，那个猪脚的黏子也是很牢。这个是掺的，这样子。自己想出来的？没有，以前他爷爷传下来的。上世纪50年代，旧同济医院前摆满了各式摊位。当年于中荣的爷爷就在那里卖猪脚冻和鲨鱼肉。以前的冻头是矮的，吃的人也是坐在前面，女子是矮矮的。那个也是很辛苦，如果大风来啊，那个磅礴啊，全部飞了。那个时候，于中荣是家中长孙，10岁就到档口帮忙。那个书包丢下又去了。很辛苦的，有homework我的时候没有写，做到12岁，我爷爷就过身，那我就跟我爸爸了，做到现在。这个猪皮和猪脚的汤，慢慢嚼，慢慢嚼，因为它会烧焦，会无聊。因为猪脚有皮。有时2、3天我们就要做一次猪脚冻，然后有生意的时候每天都做。好了啊，等它凉放冰橱。夫妻俩一直坚守祖传秘方，保存猪脚冻的传统风味儿。我没有用那个就是传统的嘛，你不信呢，可以放在这边，它会变成水，就是真货。很多年前我就试过一次，好像有一点怪怪的，吃了过几次就开始好像蛮喜欢的。有经过到这里吃饭的话，我一定叫一盘来吃，因为这个猪脚冻很难找了。我累了，我2点就来到这边，每天晚上1点就起来了，几十年了，不是1天2天而已。现在新加坡的美食全部都是老人家全部都不做了，你看，全部是失传了，不是我一摊而已，很多。传统美食日渐式微，也让掌厨20多年的李宏伟在创新之余，努力留住熟悉的古早味儿。目前在 Penang Culture 做研发厨师，本身我的工作性质呢，就是研发新菜品。
16岁刚好放假了，就找了兼职。刚好第一份工就在西餐厅做，我们那时叫送菜员啊，做了一阵子了，就很喜欢在厨房的声音。那个东西下锅的那个嘶嘶沙沙，很有烟火感觉嘛。然后21岁退伍过后，我就奔着厨房去发展了吧。我们是卖一些槟城比较地道的食品，因为北宁福建人多嘛。所以一直都会有机会把我们福建人的菜品把它推出。现在我们做番薯粉，福建我们叫番薯混啊。传统方法，我们必须要把那个水煮滚了，再撞下去那个粉。在餐馆里面呢，我就想说用这个隔水的方法，用凉水跟粉掺了在一起了，再慢慢把它煮熟，这样子出来的稳定性就比较高。为什么在新加坡我们很难看到这道菜？它本身的番薯粉的质量就现在跟之前的不一样，就一直找不到那个口感，所以我相信再这样下去，很多人煮不到那个味道。番薯粉果它本身其实是有很多炒法。我们这边是回教认证的餐厅，所以是没有使用猪肉的，就加一点海鲜料下去了，它就会比较丰富一点了。当然也是要带有一点点福建风味了，我就放多一点虾米下去炒，它有点辣，有虾米的香就可以把它接近一点那个我们传统的味道。首先我们要开始做这个碱水糕。现在要加它的灵魂，最重要的是碱水。碱的这个味道，其实很多人不能接受，可是你是在福建家庭从小吃到大的，你就会很怀念这个味道。那个芋头炸了，等一下拿去卤，那个卤汁拿来搭配碱水糕是非常好吃的。我之前的一间掌厨的一间餐厅推出了一系列的福建菜，就是在推广那个福建菜系列之前，我刚好有机会能回到福建去祭祖，去寻找什么是福建味。这个是碱水糕，我把它切成像麻酱的形状啊。所以碱水糕当然它本身就是白色，把它做成一个麻酱的那个造型出来，希望可以吸引到年轻人来试一下这个碱水糕。是。The yam cake is the gravy. If let's say it is mixed well with the rice cake itself, the stickiness is just nice. 这次主要是我第一次吃，所以感觉蛮不错，还可以接受这个味道。番薯粉是不错，味道是我比较重口味嘛，所以感觉不错一下。推广福建菜是有一定的挑战，因为这些都是要现炒现卖的嘛。刚好我的老板也是福建人，这些一系列的福建菜色，很幸运得到他们的大量支持了。是黑珍珠的行政总厨，在这里负责研发菜单，还有带领一班年轻厨师做一些创新的菜。
爸爸是做港式点心的。那90年代的时候，可能新加坡很流行广东的一些美食，然后机缘巧合之下，爸爸就过来了新加坡。然后我16岁的时候，我也移民过来了新加坡。我现在要煮这个猪脚冻，会先烫一下水，把那个杂质给去掉，然后再炒香它。炒了之后呢，我们加上了一点白水去煮给它软化。猪脚冻这个东西应该是我在7、8岁的时候接触的，因为香港当地蛮多潮州人的，那个饮食也影响了蛮深的当地。这个是我本身不会欣赏的一道菜，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黏黏咸咸的。逢年过节家里人买多了，你慢慢接受这道菜。如果要出这道那么传统的菜，又要让现代的年轻人接受的话，那我要做一个我的版本的猪脚冻。现在这个肉我让它煮到软烂，才分批下那个醋，不然那个醋会挥发掉。猪脚冻的话，我就结合了广东的猪脚醋，加入了那个潮汕的猪脚冻，所以它的口感比较酸，比较甜。这个灵感的话，应该是来自太太的坐月子吃的一道菜，就是我爸爸会煮猪脚醋给我太太吃，那吃不完的时候，太太就是变成我吃。突然有一天，就是我要做一道这种传统美食的时候，那我就想说，能不能做一个结合？猪脚醋经冷冻凝固成球，外层裹上2回墨鱼知名胶，冷藏1夜便可供食客享用。在创新的这个路上呢，其实是众口难调的。我们要做的粤菜给我们现代这一班年轻人可以接受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步是要迈出来的，让他们知道其实中餐也可以引领潮流。新旧2款卖相不同，但猪脚冻始终是潮州人逢年过节、喜庆宴请必备的冷盘。过去在潮州，它也只在冬天制作。汕头的年底才有，那天气冷，他们煮的饭放在这边，第二天才有的吃嘛，它会成一块这样。我的东西很多人都说很好吃，而且全新加坡又是很少的，只是我这一趟正宗而已。祖传手法代代相传，食客对这份滋味的偏爱，也让他们一代接一代的回来光顾。Auntie ơi，有時我拉佬。来。我应该是10岁到12岁之间啦。那时候我父亲会时常带我去吃。有一次我要回去自己去找那个猪脚冻吃，然后去到那边整个 Hawker Center 都不见去了，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有点伤心啦。有一天我们就跑来这边，一走上楼梯，我就看到他的招牌，我就很高兴就跑过去，哇！我说哎呀，终于找到了。我食快嚟啊！冇啦，貴你有嚟噃？貴年歐，啊，貴年歐啊！你我就去呢部睇你一部。有啊，你來得貴年歐，你個包紅包可以。在90年代的時候，我們就一直來這邊吃了。現在孫子也全部帶來這邊吃。吃了3代了吧，所以感情啊变成比较深入的那种交往啦。对，现在是我的小儿子，他比较馋嘴，他就问我，
很久没有去安迪了哦，我们明天可以去吗？所以我每次看到安迪很开心，安迪看我们长大。如果可以把这个食物，就是猪脚冻给多一点人吃，应该会比较好啦。因为很多人不懂有这个存在。那个味道跟那个感觉哦，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。有时候做梦也还会想到那个味道，对。假如没有接班人，就是以后我们每个人只能回忆那个味道了，很遗憾。所以我希望他的这个猪脚冻能传承下去了。在餐馆，李宏伟是厨房里的灵魂人物。回到家里，他却成了长辈的小帮手。今天跟婶婶来学一下这个传统的五香了。这家人还是钟爱地道的福建家乡味儿。This one first. This one first. 600 gram. 二叔他最擅长做那个碱水糕，这些他都跟我的祖母学到了，所以这一方面我就是请教他。我们先把材料全部称好，那个碱盐跟3种粉啊，就先把它搅拌均匀先。然后呢，再把烧水跟它撞下去，把那个粉撞熟了，再去蒸。在传统的手艺呢，做这些果类呢，都是这样子的做法。车一点钟 ，OK， 半点钟关好，过了半点钟放中好 ，OK。在家里煮的话，长辈他们呢都会在旁边督促，跟着他们的步骤做了。炒番薯粉果这道菜，我从小吃到大嘛，而且不是每天能吃得到，就是在过年啊，我的祖母才会煮这道菜。我们现在在炒番薯粉啊，要下烧肉，这我们家必须要放的了，不放的话，阿妈的味道就不在了啊。我们现在加这个鸡汤，焖给它软过后呢，我们要放那个我们拿来卤肉的卤汁。我的妈妈啦很多人称赞的东西好吃嘛，所以我们要保留这个传统下来。宏伟学的还不错啦，因为他有努力去学嘛。尽我所能把那个味道给带回来，当然不可能180%吧，每个人都有这个，就是妈妈的味道就是最好的吧。老味道让人怀念，创新却也是餐饮业者的必修课。我们今天会调制一个辣椒，作为我们下一个系列推出的一个菜肴。中餐师傅在大众的眼里会是没有文化的人才会去从事这个行业。我觉得在我这一代的话，我要有一点改观。其实中餐的师傅也可以有文化。广东菜里面呢，其实是有很多的玩法。那我的呈现方式可以很新派。在你们水晶球上面那个黑色的，其实是我们的招牌菜，是猪脚冻。
哦，今天我吃了这个黑珍珠的这个猪脚冻，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，还有点醋的味道，是很惊艳。它并没有说忘掉传统啦，但是它又把创新加进去了，它在口味上做了一个提升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“守正创新”，守住传统的，要创造新的一点东西。当然，我们的根还是中餐的底。我们做的很辛苦啊，吃的人不知道，在那边拉，那全部忘了嘞。应该50年了，保留下来，代表我爷爷，他是在山头来到这边，我来想他。想到他又哭，他很疼我。他们也间接的保留了潮州的美食文化，因为这些都一直在消失了，所以这方面是需要我们珍惜的。创新是创新，只是你不能把它的本质给把它创掉了。这是我说旧菜新做的原则啦。这些比较有特色的古早味，也不单单只是味道，感觉就是一个文化吧。我们叫 identity 不想它慢慢被冲淡去了。